其实瑞宝和辉宝之所以总是在安静与调皮之间来回切换，并不是因为性格，而是因为宋3岁和江爷爷是两种的带娃方式。调皮这一点是随了宋3岁，是宋3岁的迷之操作在影响瑞宝和辉宝。拿起青团投向游客这一点，怕是只有宋3岁干得出来。宋3岁带娃时，通常让人分不清究竟是瑞宝、辉宝快乐，还是宋3岁自己快乐。而且宋3岁总是欺负瑞宝、辉宝，这已经让瑞宝和辉宝认为宋3岁是自己的同类了。所以宋3岁来园区时，瑞宝、辉宝会以为宋3岁是来跟自己抢地盘的，姐妹俩便会加强戒备，例如抢走宋3岁的皮靴，亦或是在树上不下来。在树上不下来，其实并不是因为瑞宝、辉宝不想下班，而是瑞宝、辉宝怕自己下去后，宋3岁就上来霸占自己的地盘，这让瑞宝和辉宝必须确保宋3岁离开了自己的领地，领地是安全的后才会从树上下来，以免自己从树上下来后，宋3岁接着就爬上去。而瑞宝、辉宝的安静的性格，则是来源于江爷爷这里。江爷爷带娃就是一副和谐安宁的模样，瑞宝和辉宝也喜欢在江爷爷身边撒娇打滚。江爷爷这里让瑞宝、辉宝感觉到的是像妈妈一样的温暖和包容。江爷爷的到来不会让瑞宝和辉宝感觉到紧张，心甘情愿的让江爷爷来自己的地盘，甚至瑞宝、辉宝抱着江爷爷的大腿，不想让其离开。而也正是因为两个爷爷这两种性格，才激发了瑞宝和辉宝之间不同的一面，让之前喜欢文静的瑞宝开始变得大方开朗，让平时鲁莽的辉宝也学会了安静。两个爷爷的性格对瑞宝和辉宝来说都是有意义的，同时也都是利于瑞宝、辉宝成长的。昨天宋爷爷来到室外园区喊福宝回室内，此时外面的太阳有点大，给宋爷爷晒得有点睁不开眼睛。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走上前，但看到爷爷两手空空的，转头又走了回去。一会儿宋爷爷拿来了小窝头，福宝这才走上前。福宝看着窝头咽了口口水，福宝再次转头离开。福宝这是和爷爷玩起了欲擒故纵。福宝知道只要这次自己忍住了，下次爷爷的窝头会更大，或许还会给自己带来小苹果。福宝完全猜透了爷爷的心思，福宝故作矜持的继续在园区玩耍着。宋爷爷假装想给福宝的竹子拿走，但福宝没有上当。宋爷爷失落的离开，回去继续想办法。而此时福宝在园区走的都气喘吁吁的了，但就是不回室内，在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围观的姨姨们表示自己都快看晕了。一会儿宋爷爷去忙瑞宝和辉宝了，盛熙阿姨替爷爷来到园区接福宝回室内。现在的福宝谁的面子都不给，不管是姨母叫还是爷爷叫，就是不想回去。爷爷都搞不定的福宝，盛熙阿姨更是一脸的茫然。盛熙阿姨趴在门口，用真挚的眼神看向福宝，想要感化福宝，但依旧不起作用。盛熙阿姨就这样一直在门口等待着福宝，福宝则就是反反复复的在园区转圈。盛熙阿姨将一块小零食放在了园区外面，福宝转了一圈回来，发现了盛熙阿姨放置的小零食，但只是闻了闻，并没有吃。现在窝头对福宝来说已经起不了诱惑作用了。一会儿盛熙阿姨也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便先回去了。但福宝的通道门一直没有关，想着福宝什么时候玩够了，自己就回去了。就在姨姨们以为福宝这次走向通道门会直接回室内，没想到福宝在里面掉了个头又出来了。出来后路过刚才盛熙阿姨给的小窝头，依旧只是闻了一下，根本没有吃它的欲望。这以后瑞宝和辉宝出来后，爷爷就更有的受了。每天不是在哄福宝姐妹仨下班，就是在去哄福宝姐妹仨下班的路上。福宝今天下班时闻到了妈妈的气味，因为就在刚刚爷爷让爱宝出来测量了一下体重，福宝这敏锐的嗅觉一下就闻出来了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闻到了一个熟悉的气味，福宝在门口仔细寻找着，想必福宝第一时间就识别出这个气味是妈妈的了。福宝寻找着妈妈到底在哪里，最后福宝停在了爱宝回去的门口，看上去福宝是想要进去找妈妈。而此时爱宝正在房间睡觉，辉宝正在爱宝的头上踩来踩去，挑战着妈妈的忍耐力，真是一个熊孩子。下一秒辉宝看到妈妈醒了，想让妈妈起来陪自己玩耍。此时的辉宝真的一刻也不能消停。而此时瑞宝正在妈妈的屁股后面睡着觉，爷爷一转头，辉宝又表演起了功夫，熊猫翻滚。第二天早上瑞宝正在方便，调皮的辉宝有其他的路不走，非要挤在姐姐身边，从姐姐身上压了过去。辉宝真是越来越折腾了。宋3岁看了都直摇头，表示自愧不如。等下午爷爷再来房间时，辉宝正在爬门。辉宝这一身本领完全不输乐宝和福宝，而且辉宝还是自学成才的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而爷爷看到后，非但没有阻止辉宝，反而鼓励辉宝加油，夸赞辉宝手上有力气。辉宝一听更来劲了，抱着栏杆继续的奋力往上爬去，一副不想让爷爷失望的架势。在辉宝的不懈努力以及爷爷的不断鼓励下，辉宝爬到了第2层栏杆上。爷爷看着辉宝这个样子，表示辉宝看起来像是要起飞了。一会儿，爷爷给辉宝带来了一个小雪球，这是辉宝第一次见到雪，辉宝很是好奇。而此时瑞宝正在睡觉，爷爷没有去打扰瑞宝，让辉宝自己独享雪球的快乐。爷爷表示，在室外有很多的新奇玩具，辉宝要快快长大，到时候就可以去玩耍了。辉宝抱着雪球滚来滚去。福宝一家对雪的喜爱好像遗传，都对雪有着特殊的喜爱。爱宝吃完饭后，爷爷给爱宝带了出来，为爱宝测量了一下体重，127.7千克。爱宝好久没来房间外面了，开心地抓着栏杆对着爷爷，和爷爷分享着自己此刻的心情。将爷爷正站在福宝的室外园区上方，记录着福宝玩雪的样子，将爷爷冻得单手插兜。不过看到有姨姨和自己打招呼时，也会热情地伸手和姨姨们回应。而此时姨姨的视角刚好是福宝正翘着小尾巴，像是要拉青团的样子。福宝害羞地躲在墙后，不想让姨姨们看到。福宝感觉自己被姨姨们发现后，福宝不断用小动作掩饰着自己的尴尬。福宝转了一圈，来到小瀑布堆积的雪前。此时的福宝在地上像是一只大毛毛虫，钻来钻去，滚来滚去，有种躺下来后便再也不想起来的感觉。在雪地里不停地孤勇，不停地在地上花式表演着大熊猫玩雪。有一瞬间，福宝好像还给姨姨们秀了一下自己的美腿。一会儿福宝回室内了，姨姨重新去排队。这次回来时，福宝在室内园区睡起了觉。一会儿，等福宝从树上睡醒，福宝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、吃饭、喝水、拉青团，这都是福宝起床后的标准流程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就从小亭子上下来，在饮水盆前喝了会儿水后，便直接蹲坐在草丛里拉青团了。而这时观看时间又到了，姨姨再去排最后一次队。这次姨姨回来时，福宝又来到了树上。福宝时不时坐起来给自己挠痒打哈欠，打完哈欠福宝紧接着又趴下了。看样子福宝是不想起来了，想直接睡到爷爷叫自己回家。昨天乐宝正吃着竹子，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，雪瞬间下大了。乐宝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，停下了手里的竹子，转头查看情况。乐宝定睛看了一下园区里发出声响的观景竹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乐宝转身又给自己的小亭子做起了标记。可能乐宝怕风，给自己小亭子吹跑吧。给小亭子做完标记后，转头又去到了树上。风越大，乐宝越摇摆。一会儿，乐宝从树上下来，然后开始在园区闲逛。之前有听姨说，乐宝在园区闲逛像是在酝酿变异，因为乐宝每次转到最后都会去拉青团。果真如姨所说，乐宝围着园区转了数圈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拉起了青团。乐宝拉完青团后，还干净的在小亭子上蹭了蹭。擦屁股时，乐宝还打了2个喷嚏。乐宝心想，这天冷的也太快了吧。乐宝为了给姨姨们洗洗眼睛，来到小躺椅上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个倒立。乐宝真是全身都是绝活啊，倒立的同时还能给自己挠痒，这一倒立弄得满头的雪。乐宝给自己晃了晃。一会儿，乐宝又转到了自己的小躺椅上，抱着自己的生日立牌又啃了起来。姨姨一转头的功夫，乐宝又和小亭子的爬梯干起来了。乐宝要和爬梯分出个胜负，但爷爷制作的爬梯实在是太结实了，200斤的乐宝扛不动一点。不过白色也真是显黑，平日里雪白雪白的乐宝，结果到了雪地上，怎么跟福宝差不多脏了？而今天的姨姨再来看乐宝时，乐宝就绅士了很多，坐在室内园区的小亭子上，乖乖吃着竹子。大熊猫也是懂反差感的。